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看到不断复生的骷髅兵，我也感觉到有些头疼。就在我一筹莫展，准备使用黑伞降维打击的时候，莉莉丝忽然推开车门走了出来。不要去打这些骷髅兵了，只要能量充足，无论杀死他们多少遍，他们就会不断复活。想要干掉他们，除非干掉能量源。能量源？没错，经过我的观测，我发现这些骷髅兵每次恢复的时候，都会有大量的特殊能量汇聚，让他们得以复苏，而周围的这些迷雾则是能量的来源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迷雾中的能量浓度是不均匀的，越往边际，能量的分布就越少，而中部地区能量更加丰富。所以我猜测，在迷雾中部地区一定有一个核心控制着这一切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解决了核心，就能干掉这些东西。根据推测，确实是这样。那核心区在哪边？根据我的观测，在那边，距离大概在200米到300米之间。走过去看看。我立刻上了车，向着300米外的位置开了过去。小爱同学操控着车子向前驶去。那个被阿雅打成碎骨渣的骷髅兵刚刚恢复到了一半，就被巨大的车轮重新碾成了碎片。小爱同学控制着车子刚走了100米左右，莉莉丝忽然说道：修正方向，向11点钟方向前进。那个核心移动了。那个核心还能移动？没错，虽然很缓慢，但是确实在移动。如果感知没有错的话。修正方向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核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。小爱同学修正了方向，继续向前进。我发现那个迷雾中的核心确实是一直在移动，而且越靠近对方，对方的移动速度就越快。还剩最后一点距离，冲过去看看对面到底是个什么玩意。小爱同学控制着车子猛地向前冲去，前方忽然豁然开朗，浓雾散尽。我抬头一看，前方已经到达了河道的边缘，在河道上，一艘风帆战舰正在河面上缓缓行驶。这艘风帆战舰看外形是一艘盖轮船，4条桅杆，后面是高大的尾楼，两侧开了不少炮窗。不过这艘船看上去破破烂烂的，白色的风帆脏兮兮的，几乎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而且上面到处都是大窟窿，船板锈蚀不堪，船帮上甚至还有一个大洞。2个骷髅正拿着水盆往外倒水，像是腐烂版的黑珍珠号。看到我的2个正在倒水的骷髅一愣，随后怒吼了一声，拎着手里的脸盆向着我冲了过来。2个骷髅刚刚从洞里跳了出来，落到车子面前，就被车子直接碾到了车轮下面，变成了碎片。为了防止2个家伙复活捣乱，小爱同学在上面来回碾压着。如果我的感知没出错的话，这艘船就是能量的来源。派飞天汽油锯上去，把这东西给我拆了。大量的飞天汽油锯腾空而起，向着盖轮船扑了过去。看到大量的汽油锯飞来，整艘盖轮船像是活过来一样，大量的绳索活动起来，像是一条条触手一样卷向了汽油锯。然而汽油锯动作异常灵活，非但没有被绳索缠住，反而让疲于奔命的绳索搅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死结，挣脱不得。随后大量汽油锯落到了船板上，开始疯狂锯木头。这时一个穿着船长服的骷髅从船长室里走了出来，他抽出腰间的细剑，猛地一扫，将一把汽油锯砍成了2截，随后直接跳下了船，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。哟，正主出来了。从这家伙样貌上来看，他极大可能不是玩家。玩家的船我无法拆解，但是土著的船那就不好说了。阿雅，能不能把他的部分身体冻结起来，只留下脑袋能说话就行？我试试冻结。干得漂亮，走去看看这个家伙。我打开了车门，向着骷髅船长走了过去。放我出去，你这个卑劣的人类！我问你答，有问题吗？问你休想从我这里获得哪怕任何一个字的情报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哟，这么硬气，希望待会你还能保持这份硬气。我来到了那2个反复被车轮碾压的骷髅兵身边，小爱同学开着车退到了一旁。那2个骷髅兵立刻恢复了身体，然而我一记黑伞就抽了上去，那个刚刚复苏的骷髅兵的身体就彻底化作了虚无，原本身体的位置变成了一片漆黑，周围的空间缓缓地流淌过，填补了那一片缺失。但是那个骷髅兵却永远地消失不见了。旁边的那个骷髅兵见状，立刻又将恢复了大半的身体拆成了碎片，坍塌成了一堆碎骨片，缩在地上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而那个骷髅船长更是灵魂之火狂跳，这些骷髅兵都是他的船员，和他一起中了神秘诅咒，如果诅咒不解除，他们都将永生不死。可是就在刚才，他清晰地感觉到了那个骷髅兵的命运的丝线被斩断了，这让骷髅船长害怕起来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走到骷髅船长面前，掏了掏耳朵，我说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哦，那就先把你的那些手下叫回来吧，另外把浓雾收起来。这个得到船舱里去操控，
那就过去。我叫来了2个自走机械，将骷髅船长搬了起来，走进了船尾的驾驶楼。在尾楼的最顶端是船长室，船长室里除了必需品之外，在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水晶球。这个就是复仇公主号的核心控制装置，能不能把我的手放开？不然我没办法操控。把他的胳膊松开。阿雅对着骷髅船长伸了伸手指，束缚骷髅船长胳膊的寒冰就悄然消融。骷髅船长双手按到了水晶球上，一行行的各种各样的字符出现在了水晶球之中，楔形文字、甲骨文、腓尼基字母以及各种早起的象形文字，如同瀑布一样出现在水晶球表面。我感觉这个景象似曾相识。对了，虚数核心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发现本世界虚数核心，果然没错，果然是虚数核心，一定要将其弄到手。输入了几条指令之后，龙雾开始向着复仇公主号聚拢，没入了船体之中。而那些骷髅兵也纷纷放弃了自己的队伍，不甘地跟随浓雾回撤到复仇公主号上。他们虽然能够不死，但是脱离了浓雾覆盖的区域会异常的难受。大人，我已经照着您所说的做了。啊，我看你这个船只的操控方式好像和其他的船不太一样。这个水晶球是什么？巫术物品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当我继任成为船长的时候，这个水晶球就摆放在这里了。具体是什么来的，我也不清楚。它的使用方法还是上一任船长告诉我的。那个船长日记呢？